实在是太夸张了。给大家看一下苹果门店多少人在排队啊！来走位，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告诉大家，现在排队的名额已经到达一个巅峰了，不让排了。然后这边还是有人在排队。现在跟随我的镜头往前走啊，这边都是人，往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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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边还有人在排队，这还没有到达门口，还要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这边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量，我去，太多人了啊！这还没完，还可以往前走，因为还没有到达门口，还在往前走。我去，这人太多了，感觉深圳的人都来排队了啊！他们是来买苹果手机的吗？今天真的太多人了，我从一开始过来一早就一直排到了整个商场1楼，排到最尾边，真的好夸张，大概得有几千人吧，估计今天这个排队量真的。我一直以为今年的经济不太行，直到今天早上我看到13000的手机，370万人预约，我才知道原来不是经济不行，是我不行。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苹果手机？第一点，苹果手机从来没有广告。第二点，苹果手机没有你的允许，从来不乱下载 APP。大家可以想一下，安卓手机从几百到几万，他们哪一个能做到这一点？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台苹果手机用个4、5年它都不会坏？就说5年前的苹果11系列的机子，还有很多人在用，所以让用户找不到换机的理由。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别选华为，别选华为。就目前华为这芯片的能力，你运行个低负载的游戏还好，但凡碰上高负载的游戏，你还是老老实实选那些游戏机吧。华为你就当个商务机用就行了，不要选华为啊，玩游戏。以前不明白网上为什么没有人说华为各种不好的，现在是终于明白了。那华为搞科研的钱该不会都省下来去请水军了吧？我就说了一个华为屏幕震动的问题，他就说我各种程序没有关，但其实我是已经关掉的，但是他还是有这个问题。那很多人也都反馈它确实有存在这个问题的呀，为什么就不能说呢？而且华为卖的话，它就是有点太贵了，定位也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像基础版跟 Pro 版的话，它相比下来，这款就是有点像阉割版的，而且还是上一代的70、90、10的芯片，它还卖我5000多，真的，你们不觉得贵吗？可能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真的觉得还是有一点贵的吧。尽管近年中美关系紧张，贸易摩擦加剧，中国网络舆论中充斥着反美言论，鼓吹使用国产手机，抵制苹果。但每逢新机上市，苹果依然热卖。中国消费者用实际行动表达态度，对官方宣传并不盲从。9月12号晚上8点，苹果在中国市场正式开启 iPhone 17系列的预售，3款首发机型瞬间售罄，苹果官网因流量暴增一度无法访问。预售开启时，苹果官网无法正常打开， App 与网页端均卡在欢迎页面，直到4分钟后才成功跳转至购买界面。有评论指出，苹果在舆论场上不一定占优，但在销量上从未失手。明明安卓用的好好的，为什么又偏偏那么多人选择苹果呢？现在就来讲讲苹果它做的几个最牛的地方。首先就是它这一个扬声器啊，就是我发现如果说我用一个同样的播放器播放同样的音乐，音质来讲啊，苹果它就是会更好，它的那个空间立体感更足，而且更加真实，不失真，更通透。我一开始呢还会以为是安卓手机的这个价格问题，然后我测试了很多种，我发现就算我拿更贵的安卓手机我去对比的话，依旧是苹果手机的音质会更好一点，真的不是我夸大苹果啊，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博主说，在系统方面，苹果手机的日常操作是绝对流畅丝滑的。你如果习惯了用苹果手机，你改去安卓的话，总会有种莫名其妙的很卡的感觉。在使用寿命方面，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使用7年前的 iPhone XS Max， 但是如果是7年前的安卓手机，现在可能用的人就不多了。为什么有些人安卓机用的好好的啊，突然要换成苹果呢？咱们今天呢就讲一讲苹果做的比较好的几个点。当然呢，我本人是非常爱国的啊，我只是站在客观、公平、公正的角度上去讲述一下这个事实。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 iOS 系统。苹果 iOS 系统的封闭性以及私密性是安卓的其他系统所比不了的。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苹果的128G 相当于安卓的256G，
那是因为苹果的这个手机啊，你在使用过程中它不会缓存垃圾，而且不会跳广告，就很简单。你安卓比如说一个256G 的手机，你一直在用，你哪怕不下游戏，你会发现内存慢慢它就满了，而且呢，你哪怕还原手机，你这个内存也清不掉，这个垃圾是永久保存的。而苹果手机，只要你一直用，只要你不下任何东西啊，它的内存一点都不会涨。这个是安卓的系统确实是比拟不了的。8月16号，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前海一方城1楼的苹果零售店正式开业。这是苹果在深圳的第3家零售店。前一天的晚上，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分发带有编号的手环。到了次日早上8点多，发放数量已经突破1000枚。编号001的果粉吴先生成为首位入场者。他向记者透露，自己在8月15号早上8点就抵达门店，从宁波飞往广州，再转车前往深圳。他等了整整26个小时。这位在新店开业当天抢先入场，他说完全是出于热爱。吴先生并非是个例，许多排在前列的果粉同样是彻夜守候。有人坐在地上刷手机，有人干脆躺下小憩，队伍蜿蜒延伸至数十米。家人们，直击深圳一方城苹果门店夜排，现在是晚上3点，看看现场的人吧，真的有点夸张了。这应该是深圳最多人的一次夜排。在苹果门店开业前的半个小时，店内100余名的员工开始向外排队的果粉热情挥手，随后走出门店与大家互动，现场气氛瞬间沸腾，欢呼声此起彼伏。这博主是一位修理手机的师傅，有人问他，同样都是高端机，苹果与华为，你选哪个？他说他选苹果。那肯定苹果啊，华为拿什么跟苹果比啊？苹果采用的是 A78 3纳米的处理器啊，华为还是个鸿蒙，最新的还是个7纳米的麒麟9020。苹果的性能肯定碾压华为2代。再说说系统吧，苹果采用的是最安全的 iOS 系统，而且还没有垃圾，你再用几年也不卡。像我这个5S 还在用着。华为的鸿蒙连软件都不适配，而且你用了2年它就卡。维修师傅说，在保值率方面，苹果手机用了1年才降了1000块钱，华为用了2个月就降了2000到3000块。吐槽一下华为 P70，虽然我是华为的忠实用户，但是这个 P70现在用的确实有点上火。用了差不多整1年的时间，去年刚发售的时候买的。现在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发烫。你放在那里没事，但只要你拿起来，用上几分钟，整个这块就特别烫，而且这就导致它现在掉电特别快。刚开始的时候1天充1次电，现在呢就是需要1天充2到3次。我个人觉得我用它的这个时间还不是很长。博主说，他当时买的内存很大，1个 T 的内存，他本想是用来剪视频、拍视频。但是他把这个视频导入到剪映里面以后，发现它会出现卡顿、声画不对位的情况，所以呢，他就不太用它去剪视频，而且它录像效果也不是很好。拍照的话呢，它画质很清晰，颜色也很鲜艳，但是你切换到录像模式，它颜色就有点发白，不是特别高清。而且刷抖音的时候，你刷着刷着，它就出现黑屏。这个软体就卡在那里不动了，你必须就是把它强制退出，再重新登录才可以。博主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好多人都反映说 P70 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觉得这款手机不适合做自媒体。P70 他用了1年之后，现在就想把它换掉了。这玩意儿就跟少女的肌肤一样，轻轻一碰，嘎漏液坏了。这是我的华为 X5，在7月份的时候出现了屏幕漏液，拖到8月份过保也没解决。就是我发了这个手机的视频以后，包括照片发抖音，网络上有一群小喷子说啊，我们一家人都用华为，都怎么回事？说华为是给你们交社保了吗？咱说它这个质量问题，你正常的话，你从这个网上一搜，很多出现这种情况的，都是人为的吗？就算我这个是人为的，对吧？我在质保期内，你是给我打6折让我去换屏，但是我不换，我觉得没必要花2000块钱换一个内屏，一点必要都没有，没有必要。以后肯定是不用华为了。你看我这壳还是前后保护的呢。这就是华为的品质，
录视频的这个是苹果手机，苹果怎么摔怎么磕怎么碰，我感觉没有这么脆弱，它至少质量的话比这个X5要好很多，没这么脆弱。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谁权威？你这一集觉得有意思。如果说换算成以前，我认为华为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占一个便宜，它性价比高。但是现在华为手机死贵的，比苹果都贵，它就没有啥性价比了。我就没整明白，你苹果是美国机，有关税，那贵点很正常。你华为手机一个国产机，为啥它这个定价定的比苹果都贵呢？它走的是高端路线，但是这个手机也没有什么高端的，一个手机动不动1万多。博主说，苹果手机使用寿命在华为之上，你买个苹果手机用2年，甚至用它个4、5年，它都不会卡。他说，现在用的是苹果13，用多少年了，一点都不卡，而华为手机用1、2年就很卡了。年轻人都喜欢照相或者是拍个视频，博主认为华为手机像素很清楚，但是拍出来的相片不好看，没有苹果手机拍的好看。华为 Mate 70 Pro 从首发入到现在，真的是越用心越凉，它的毛病真的也是比较多的，真的体会到了人玩人机不玩机了。很多人都在说它侧边的超声波指纹解锁有时候失手的情况真的会出现断触的不灵敏的，而且像这个手机的话，可以看到它的黑边是非常严重的，我带一个全包的手机壳，依旧是黑边露出来挺多的。博主说，他用这款华为手机，突然发现在声音开外放的时候，手机震动很明显，把手放在手机上面，明显的会有一个震动的感觉。网上说把有一个什么开发者模式关掉就好了，但是博主说他已关掉了，震动还是比较明显。这个华为手机，这个叫什么东西啊？这个华为手机真的是把我气到了，今天不吐槽真的是不行哦，它竟然连个视频号都没有，哎呀，真是把我气到了。然后呢，它的微信版本我都无力吐槽啊，微信版本还停留在 1.07， 现在别的手机的版本都已经更新到 1.8 了，它这个手机也不知道叫什么，这个华为最新的什么鸿蒙系统，我真的不想吐槽它，但是已经今天把我气到了，因为我找不到我的视频号，你看连个视频号都登录不了，什么手机真的避坑，千万不要买啊！这种我就是因为它的外观被它吸引了，8999块钱，气得我心脏疼。哎呦，今天真的气得我心脏疼。刚新买的华为，用得很闹心啊，这个连个共享位置都没有的。抖音的版本又不行，又团购又没有。下载东西又是要下这个卓一通才能下载这些东西，它就是那个系统不兼容，跟很多软件都是用最低版本的，大几千，买了个最落后的。这位博主说，谁敢说一点华为不好，网友就能骂哭你，这就是现状。今天刷着几个消费者发的视频，反映了华为手机不舒服的几个点。他就问，为啥这么多手机测评博主都不说这缺点呢？我告诉你，真没人敢说，只要你说了，下面都是骂你的，要么说你不爱国，要么就说你收钱故意黑华为。如果一个品牌连批评都接受不了自己的不足，怎么进步啊？评论区内全是无脑爱国吹捧，爱国很好啊，支持国产更好啊，但是说出一个手机的不足就不爱国了吗？那就是不支持国产了吗？博主说，能说出华为手机有问题的，那都是买过华为手机用过的，才说出自己的使用感受。这还不算是支持国产吗？这也算是黑华为吗？说出手机的不足，说出真实的用户的感受，是希望它可以改进，发展得更好，给用户更好的体验。但现在谁敢说呀？谁说下面都骂他，说他是故意黑华为。这个鸿蒙 5.0 的系统，你用一用你就不想用这个系统了，因为它这个软件生态真的是太落后了，而且很多功能都不完善。所以说你要是真让华为出一个走量机搭载这个系统，
啊，狂卖。你消费者拿到手里，我要的软件没有，我肯定是骂你华为啊，我还能骂谁啊？消费者他不管你那么多，我买过来手机我就是要用的。别再被骗了！你们真觉得华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价格吗？错到姥姥家了。最近入手的 nova 14和 P80的勇士们，是不是被那个鸿蒙 Next 整个头大？刚拿到手时，那个纯血鸿蒙系统丝滑的能溜旱冰，流畅的想给他颁个奖，结果想下个常用的 APP， 要么查无此 APP， 要么功能卡的他亲妈都不认识，那滋味谁用谁知道。我说实话，你们骂我，来看看卖华为的怎么说。来，老哥，你介绍一下自己。我在大连做手机行业已经做了12年了。最近华为新出的那个80 Ultra， 老哥定价一打和16 Max 一个价，你怎么看？喝酒。P70 Ultra 也是 Pro 70 Ultra 也是上来的时候1万多，现在新机5000多啊，掉价掉的砍一半，哎呦！而且它是自己官方就开始调价，就比如说你可能昨天买还花1万，今天我就8000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